赵露思大学复古照因活泼的校服和高高的马尾辫走红，尽显青春活力。祝福大家！赵露思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外界普遍认为，赵露思的走红可以归功于她出演的网剧。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赵露思如今的状态，人气爆棚，粉丝众多。赵露思之所以走红，是因为她在多部网剧中的亮眼表现。赵露思独特的造型让她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虽然圆脸，但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对于关注赵露思的人来说，很明显，她的个人风格偏向于甜美可爱的审美，这也体现在她所参与的大部分作品中。这些作品以网络剧为主，具有迷人而可爱的基调。赵露思虽然出演了多部网剧，但人气依旧不减反增，甜美的演技更是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一直以来，赵露思的颜值都受到粉丝的高度评价。尽管她没有传统的鹅蛋脸，但由于她的圆脸，她在娱乐圈仍然很受欢迎。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让她很容易被大众认出来。赵露思的大学旧照在粉丝中走红，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但尽管岁月流逝，赵露思的容貌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很难否认她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美丽。前不久，一组赵露思的大学复古照在网上流出，这些照片发布后，迅速在网友中引起了热议。不少人看到这些赵露思大学时代的照片后，都惊叹不已。照片中的赵露思散发着青春活力，一目了然。即便大学时代已经过去，她的容貌仍然一如既往地引人注目。赵露思学生时代的惊艳外貌让我措手不及，她的容貌迷人得让人难以移开视线。可以肯定地说，赵露思的魅力是不可否认的。翻看赵露思大学时代的老照片，不禁让人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赵露思身上也散发着同样的活力和热情。这段时间，她精神饱满，散发着迷人的少女气息。赵露思的高马尾搭配校服，散发出活力四射的活力。照片中，赵露思一身校服，扎着高马尾，她的外表散发着活力和充满活力的青春感。看到赵露思背着一个明黄色的背包，学生的气势就显得格外有威严。不得不承认，赵露思以这种状态出现，着实不一般。虽然大家普遍认为赵露思的颜值还是很高的，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惊艳，但学生时代的她却偏偏显得有些青涩。上大学的时候，赵露思就以阳光灿烂的性格着称，她的微笑能够照亮任何人的一天，而她丰满的脸颊只会增添她可爱的魅力。她的整体可爱程度简直无可否认。真正让人意外的是，经常扎高马尾的赵露思，从小头发就很蓬松，她头发的丰盈程度真是令人敬畏和羡慕。赵露思的脸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学院风，或许你观察过，赵露思学生时代的时候，长着一张很像女学生的脸。赵露思若是置身于大学校园里，毫无疑问是校花级别的女神，因为她的外貌惹人注目。看赵露思现在的模样，不难看出她一生都保持着一贯的风度和气质。虽然很多人觉得看自己的旧照片是一种不舒服的体验，但赵露思以前的照片仍然非常值得一看。纵观历史，无论时代如何，有魅力的人似乎总能吸引任何观众。赵露思也不例外，不可否认，她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她现在的外表时尚前卫，但显然她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对于赵露思的校园复古照，你怎么看？如果她被贴上学校最漂亮的女孩的标签，你会同意吗？我们邀请大家分享他们的想法，并在评论部分进行讨论。据评关于杨洋端着的最新文章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让很多人怀疑这位演员在《让我们试试世界》中的表现是否不尽如人意。今年对杨洋来说是活跃的一年，不仅他的翻天覆地的作品《特战荣耀》还在继续拍摄，而且以古木偶为主角的 S 级大 IP《让我们试一试这个世界》也已经复拍。如果撇开剧情不谈，从铺天盖地的杨洋好帅的评论来看，大部分看放手天下的观众都是看中了杨洋的颜值。毋庸置疑的是，
杨洋庞大的粉丝群确实引起了人们对该剧的兴趣。然而，随着该剧的刚上映，杨洋背着他这句话就上了热搜，并伴随着一片骂声。试一试世界改编自2007年上映的同名小说，细看剧情似乎缺乏原创性，故事与以往的网络小说一致，都是传奇故事。整个世界都因为皇令的玄机令失踪而大乱，天下王公百姓都在疯狂地寻找，谁拥有了玄机令，谁就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力量。江湖两大高手，隐权阁主黑凤七杨洋是和天双门女主白凤七赵露思是双双被牵连进来，他们相识多年，都是欢喜的朋友。机缘巧合下，他们因此是纠缠在一起，携手闯荡江湖，最终牵手。试一试天下的故事虽然以江湖家国为背景，但却围绕着一个古老的木偶展开。朝臣之间的矛盾、江湖争斗，都在推动着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让我们尝试一下世界的制作质量值得称赞。杨洋和赵露思的复古装扮很有美感，一个帅气，一个俏丽，与原著中英俊出众的黑凤溪和绝世美人白凤溪十分般配。冷热性格之间的动态，以及两位主角之间机智的来回戏弄，非常符合当前观众对浪漫伴侣的理想形象。此外，戏中戏的概念在当代戏剧中仍然很普遍，它不再仅仅是慢动作手势或杂技的形式，相反，粉丝们现在将其视为增加角色深度的独特符号。斗破苍穹虽然是一部拥有一定粉丝量的剧集，但无论是核心冲突还是剧情推进都存在不足。开场玄机令的消失，催生了无数英雄崛起以及江湖公平的轰动，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中心的冲突悬念，也就是业内所说的一个钩子，可惜这个钩子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前几个情节令人困惑。在武侠剧和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无数的比喻，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各门派争夺倚天剑屠龙刀，《笑傲江湖》中各派争夺辟邪剑谱，《鹿鼎记》中各派争夺倚天屠龙记，人人求42章。不过这些物品的问题在于与玄机令不同，它们都有特定的功能和参考，剧中从未解释令牌是什么或它能做什么，只说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谁拥有它，谁就是天下的正统统治者。这种不清晰会给观众带来困惑，并且叙述会受到影响。在已经播出的剧集中，玄机灵现身，原来是一组陀螺和一把匕首。一个看起来像玩具的东西，真的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吗？这种情节扭曲太牵强了，令人难以置信。看完前期的全部剧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杨洋和赵露思之间充满 CP 元素的幽默交流和俏皮斗嘴。不过，鉴于它是属于 S 加类的古装剧，显然不适合这样的内容。看《试探天下》时，可以注意到黑凤溪和白凤溪这两个角色酷似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白凤七虽然善良，却有着黄蓉的聪慧和魅力。射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融入了江湖和侠义元素，所呈现的冲突也合情合理。不过一起来试试世界继承了很多网文的毛病，故事情节比较单薄，缺乏可信的主线剧情。这提醒现在的编剧不要只关注人气和演员阵容，还要优先考虑叙事。杨洋的演技和驾驭交通的能力都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近日，节目《一起来试试世界》开播，杨洋背着他成为热门话题，舆论众说纷纭，有的直言不讳，有的粉丝则激烈反驳，比如有礼貌就不要说出来。这两个派别意见不一致，一个阵营认为杨洋的演技显得勉强不自然，有种看我帅的感觉。反之，杨洋的支持者则认为杨洋只是按照人物设计来的，他的姿态和神态适合塑造一个贵族。杨洋塑造的黑凤溪是不是走到了尽头？说白了，当今世界的当代傀儡缺乏过去武侠小说中的郭靖、杨过、萧峰那样的草根号召力。黑凤袭是江湖四太子之一，也是江湖最大情报机构银泉水协的首领，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太子。更要命的是，他还英俊无比，武功无人能敌。
这使他成为观众难以联系的顶级角色，尤其是考虑到他自命不凡的本性。他不请自来到韩家帮女主取药，第一件事却是让手下坐下倒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有关于控股的投诉。虽然角色设计是这些抱怨的导火索，但这只是表面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演技。舞台上的黑风息，光是一个剪影就足以散发出强大的气场，举起的双臂，紧绷的姿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股气势散发着一股让人难以忽视的威势。品一词已经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语，通常以一种俏皮的方式来形容一个人一举一动都散发着酷酷的气息，散发着近乎光芒四射的气场。在故事的后期，黑风息一出场，往往伴随着紧咬的下巴、一动不动的脖子，以及一双似乎充满了自负的眼神。一言不发，就好像杨洋的操作系统在播你看我多帅。如果他开口说话，他总是在说话前先转过头来寻找最合适的角度，轻敲下巴，微微向上翘起。甚至有观众吐槽，杨洋长得好看不可能不知道。深情凝视赵露思时，他仿佛在欣赏自己在赵露思眼中的倒影。杨洋的演技常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就是缺乏张弛有度的倾向。在电视剧《特战荣耀》中，他塑造的军人形象是一身正直，有些人认为这是军人应有的礼仪。然而，这种僵硬也体现在他对古木偶的刻画中，他一只手托着头喝茶端茶，显得十分紧张和僵硬。尽管角色本意是高冷傲慢，但杨洋的形象却给人一种呆滞，甚至有些面瘫的感觉，好像他在刻意使出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的脸保持不动。这会导致观众疲劳，并引发对角色行为和情感真实性的质疑。谈到杨洋的演技，众说纷纭。据他的同事说，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手艺，付出了很多努力。在《特战荣耀》这部剧中，他一个人演绎了无数打斗戏，尽显敬业精神。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质疑他的演技。他这一代的演员已经成功地向更多样化的角色转型，同时也出现了更年轻的演员。现在已经30多岁的杨洋，可能需要考虑下一步了。